三大时装周，纽约、米兰已经开启了，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巴黎时装周了。这次网络传闻，高奢大品牌云集的巴黎时装周备受瞩目。我们都在想问，这次的香奈儿品牌的大使王一博应该会参加吗？目前为止，这个消息可靠性应该挺高的。作为国内最年轻的一位品牌形象大使，王一博对于香奈儿的呈现，可谓是目前国内最具特色的一位。这几年重要场合上，香奈儿可是一直在王一博身上没少下功夫。从百万级别的胸针到新款服饰的加身，还有各种的封面杂志的首推，都足够看得出来，是多宠幸这位品牌大使。如果这次王一博不去巴黎时装周，着实有点说不过去了吧。不过目前而言，王一博的行程还是未知的，参加的可能性也没有过度透露，毕竟还在忙着拍摄《光明之路》，这部作品的进度还是超级赶的。估计这次王一博哪怕是参加时装周，也是匆匆忙忙的去，匆匆忙忙的回，估计也就亮相一下，看一下时装秀，走个过场，毕竟是我们的品牌大使，这次品牌肯定会非常重视的。为何这么说呢？毕竟这几年作为品牌大使的王一博，香奈儿可谓是从这里收益不少，推出了太多单品，更是专门为他而定的就不少，手表、戒指、服饰、各种配饰等，可谓是出尽风头，也被王一博演绎得非常成功。之前王一博抽空一天来回飞回北京，估计就是忙着办理签证的问题，具体到底会不会亮相巴黎，我们也拭目以待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最近王一博的作品《无名》在2月17日北美上映后，迎来了不错的票房成绩。同时呢，王一博跟周迅参与拍摄的作品《我的朋友》，目前在柏林电影节上映了。对于这个消息，我们应该好好赞一个，海外的影响力扩大，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的输出，不单纯是艺人的知名度的扩大，更多的是文化的推广。饱受争议的电影《无名》在海外多个国家相继上映，打开国门走向世界，也是让王一博更好的呈现出中国年轻演员的样貌。话说回来，好多人都在想问，这次王一博亮相巴黎时装周，香奈儿是不是会包场了呢？这个是必然的，毕竟王一博可是行走的小香风，随便一件他家的衣服，王一博都能很好的演绎出自己的风格跟特色，可谓是从未失手过。好多人对于王一博的评价中带有很多的偏见，认为这个爱豆出身的偶像，如今短短的几年，瞬间成为了顶级艺人，不但在自己的专属领域街舞上有所成就，更是在表演上进步飞快。如今时尚资源还这么虐心，真的有种羡慕嫉妒恨啊！没办法，谁让王一博红了呢？谁让他还这么具有辨识度呢？别羡慕别人能够发光，他的一腔孤勇带着太多不同，不适合每个人，别具一格的背后就是饱受争议。最后呢，我们还是祝福这个时尚界的宠儿一路顺利。在王一博的代言后宫之中，除了2020年是官宣的井喷期之外，其他年份似乎都是平步稳步增长，他不再追求代言数量，而是质量。然而正是因为官宣的频率不如以往高了，就有不少黑子认为王一博的商业价值有所降低。可纵观王一博这几年的代言，不难发现他的代言品牌在2020年是最杂的，很多都是杜华快速接下，有些甚至是短代，这才导致了王一博的官宣频率实在是高。而随着王一博的实力稳步增长，并没有如同黑子们所想的昙花一现，他的代言逐步从多而杂，变成了少而精。这个少不是指它的数量少，而是官宣频率变少。距离王一博上一次官宣代言已经快有3个月了。进入2023年以来，他还没有官宣新的代言，而营销号们已经在为王一博的新代言造势了。因为这个品牌的海外账号关注了王一博，宝珀，一个很多人都未曾听闻的品牌，它的名气似乎不如劳力士。百达翡丽在大家心中的名气大，但搜索一番不难看到，这个品牌最悠久最顶级，极少数可以从 A 到 Z， 也就是说这个品牌可以全部自主设计、研发、制造、组装、销售。这样一个品牌在海外，账号关注了王一博，这就不得不引起大家的重视了。是真的要代言吗？如今的王一博代言品类虽多，但目前是没有腕表类的代言的。而且王一博带过宝珀家著名的空军司令、记事码表和50巡，在直播时，
在天天向上出外景时，在这就是街舞花絮和录制中，在日常出行时，如果将这些场景看作爆破对王一博对自家产品的关注与考察，似乎没什么问题。大牌总是格外高冷，不会轻易关注一个艺人，爆破能由此操作，也许是真的要合作了。然而世事无绝对，单凭一个品牌方的关注，粉丝们自然不敢轻易下结论。都说非官宣不约，营销号们如此言之凿凿地说，要代言是因为品牌方的关注，除此以外并无任何佐证。况且宝珀的世界顶级不是浪得虚名，它的任何产品起步价就是5位数，是瑞士斯沃琪旗下品牌，已经不是高奢了，而是贵族级奢侈品。在一切未曾官宣之前，粉丝们自然不敢为王一博认领，若是没有品牌的关注，谁敢将王一博与宝珀关联在一起呢？退一万来说，如果这只是品牌方单纯的欣赏呢？于此，那就只有2种可能了，要么王一博是真的要代言，要么品牌方只是单纯的欣赏王一博。如果是真的要代言，那粉丝们自然是为王一博开心，毕竟这样一个级别的品牌收入代言版图，那该是多么荣耀啊！若是单纯的欣赏，粉丝们自然也是欢喜的，能得这样一个品牌欣赏，可见王一博的魅力有多大，以至于世界顶级名表都要让王一博成为自己海外平台上的关注之一，这一是内娱第一份的。无论是何种可能，王一博都足够令粉丝们骄傲了。实属罕见，中国网居然发文报道了王一博，用一篇王一博轻描淡写的说，浓墨重彩的做的文章，从4个角度讲述了王一博。很多人看后，大家赞赏，这才是正规媒体该有的态度，客观理性，更具有正面教育意义。而不是借助流量的人气跟关注度来博取关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中国网4个角度讲述了王一博。第一呢，肯定了饱受争议的电影《无名》，在上映29天后，用国内票房突破9个亿，成为了中国目前文艺片票房最高的电影，并且这部影片在海外多地上映，北美票房也收获了一个亮眼的成绩。同时呢，王一博跟梁朝伟的表现得到了海内外一致的肯定。第二呢，针对王一博的争议，特别是最近讨论度很高的绝望的文盲的梗，给出了比较客观的评价，单纯因为一段采访回答不上问题，就被说成是文盲，这对于他们幕后的付出，是极度的不尊重，更是对演员这个职业的亵渎。文章说到这样一句话，没有人能轻松获得成功，王一博能够成为当红艺人，也是多年沉淀而成。这句话的确很客观，虽然王一博身处于娱乐圈中，自然保守舆论的声讨跟监督，但是如果带着调侃的口吻，去大肆误导传递负面的情绪，更是明目张胆的肆意嘲讽，这种做法是不够客观的。小编认为，现在的文盲不是不识字，而是对于各种错误讯息没有形成自己认知跟逻辑的人，不能够分别是非，被各种假的讯息带偏认知，看不透事情真相的人，这才是当下时代的文盲。真正的文盲是寻求各种方式的安慰剂，从未去追寻事情的真相，而是被情绪化带偏主观能动性认知，看不透事情背后的底层逻辑，被愚弄的最大群体。回到正题，中国网文章第3方面讲述了王一博的热爱跟执着，喜欢的事情就会坚持，特别是钟爱的东西，喜欢了就会努力做好，其中谈及了街舞、滑板等爱好，都做到了自己践行其中，贡献了自己的最大力量。同时呢，提及王一博是一个说得少，做得多的人，特别是在公益上，捐款捐物出力，都默默的做。这种的人可能真不善于表达，但是会用时间行动来证明。第4方面，谈及了王一博在业内人士口中的评价，合作过的都对他赞不绝口，不是单纯的为了博取好感，而是具体到细节上的评价王一博，认为他是一个有悟性的演员，会自己思考角色，感受力很强，比较沉稳的一个年轻演员。看过这篇报道后，非常正面且全面客观，很多人会说这更像一篇洗白文，毕竟王一博的缺点太过于明显，被人诟病文盲没必要不承认，写不出字，回答不上问题，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，没必要否认，的确如此。这是王一博的不足跟缺憾，他因为写错油字，也在第一时间发文道歉过，相信通过这次的痛批后，王一博本人也会反省舆论的声讨，
更多的是一种动力，敦促他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我们不能否认他的过错跟不足，毕竟人无完人，术业有专攻。可是如果被舆论带偏了方向，更用这种的错位扣上一顶张冠李戴的帽子，用所谓的文盲来形容，是一种极大的人格侮辱。别嘲讽别人，事情的本质是打着王一博的旗号，实质上是在明着暗贬。我们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，但不代表你可以拿着特权来愚弄大众认知。对此，上戏门槛再度提高，受苦的是艺考生，内卷化的严重，年轻人的竞争更激烈。我们应该通过人间的苦与悲，去思考什么才是伪善，什么是道义，什么是公平。